家好，我是国考圣经作者王永章。好，昨天晚上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什么？你知道，就是你的问题一定要自己解决。当你出了社会之后，你一定要知道很多问题根本没有人可以帮你啊，根本就没有什么。如果要找人家帮你，你一定要得花很多的钱或者是至少花钱。但花钱其实不是我们所愿意的至少我们的收入是有限，能省钱当然是最重要可是你问题还是得解决啊。对不对？你想要让自己的更上层楼，你的问题一定得解决。比如说你要解决你的肥胖，如果你有非常庞大的肚子那你当然是尽可能要解决，不然你会不健康。财务状况也是很多啦当你当做大人之后，你就会知道，当你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强，自然而然你的收入，还有你的那个社会地位，还有很多方面你都会比较up 了比较上阶。OK， 真实的情况下是为什么我今天会录影呢？当然是昨天发生的一些事，今天心里有感而发，然后赶快来录影不然过几天之后那个事情对我的影响就忘记了嘛，就淡化掉了自然我就不会想要录影当然，我这几天跟一个朋友一个学生约好教他那个计算机概论。计算机概论当然就是我本身的专业，但是考的是非常基础的，就是很基础的计算机概论那我就在这个车上开视讯就在这个车上的地方开视讯教他。这个车子就像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一样，所以下次要买一台大一点的车子，如果有钱的话可是我没有钱好，来，好，整体上而言呢，我就教他一些基本开机。我1个小时的课上完之后呢，他就问我几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你听一下。第一个就是老师，我对于冷开机跟热开机还有软开机这些名词，我会搞混呢，这怎么办？他就直接问我，三个专有名词冷开机、热开机，还有什么那个软开机，反正就是一些有的没的开机。这三个名词很接近，但是他搞不清楚。来，我们思考一下，当你的专业领域、专业科目的知识越多的时候，搞不清楚的东西会越多还是越少？越多嘛可能你刚开始学一个专业科目，学什么民法、刑法、行政法，自然而然你学到一段程度之后，就会越多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你类似这些问题呢，你一定要找老师才能解决。那你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读完？很久，因为你读的书越多，你累积的问题就越多。你越要等老师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的时候呢，你要离上榜的几率就越来越遥远。所以我们要讲的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要想尽办法自己解决问题。好，他就讲了这三个专有名词，跟我说，老师我就教他，我就大概跟他讲了一下了说实在，那个三个专有名词，我也只知道一个印象，因为那个名词不是我上课内容，所以我没备课，我没有把它搞清楚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要记得如果类似有这种名词，等一下，刚好有电话打来。好 ，OK， 我开了勿扰模式当这种问题越来越多，你没有想办法自己解决，你就会越花更多时间。好，以选择题而言，你知道选择题它很多选项都非常接近，让你很难以去抉择到底要选哪一个。所以说什么，认清那些答案、那些相关专有名词之间的细微差异，就决定了你的上榜速度，懂意思吗？就决定了你到底最后是要多快考上。可是呢，这种细微差异会让很多人产生困扰。因此，判断程度别的好坏，就是对这个细微东西的分类。对，刚刚讲过了接下来就是如何自己解决。我就跟我的学生讲，我们视讯嘛，我就跟学生讲说，我跟你说，那个这三个名词你只要去 Google 上去查，很快你就可以找到解决的，你就可以理解。因为 Google 上很多人YouTube 跟 Google 都会有很多人用很详细的方式告诉你这个三个东西的差异是什么。这个大家都知道你不用看我影片你也知道只要去查了你就可以知道。但是学生很妙我常遇到学生讲这句话，他说：“老师，我没有时间去 Google， 我也没有时间去搜寻，因为我平常真的太忙了。”来，
这种回答我常听到啊，我常听到，他们会讲尽各种理由、各种方法，讲得天花乱坠，非常的描述他的困境，只为了表达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什么都不要做，我最希望能够就是有人把答案跟题目给我，我背一背就去考试就考上。他们表达的意思就这样，右题就是啊，他们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什么都不要做，或者是我要做的东西很少，我要做的东西很没办法达到这种，因为我时间不够啊，我没时间看书，我没钱买书，我最好能够用最快方法就能够考上，但是最快方法通常就是花最多时间的方法，懂我意思吗？假设你想要1年考上，那你这1年最少要读15个小时到16个小时，那你也是在1年内考上啊，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一年内你每天只愿意花1小时读书，那你可以花几年？你要花5年的时间才考上。你是不是每一天当中用最少的时间读书，却得到最久才能够考上的几率？这就是最妙的地方哈，这个时间轴是最妙。我在书上讲得很清楚，这里就不讲。好，我再重复一下刚刚那个学生讲的意思。他学生讲的意思就是我没有时间，所以我不愿意去做。如何反驳他？如果你是老师，你要怎么反驳他？我在视讯的时候就在车上跟他上课的时候，我是没有反驳他，我也没有讲哈，毕竟我的那个时候是上专业知识的课，不是辅导考试的哈。来看我影片的很多人也会有这种想法，他只会说我没有时间，但他背后的意思是，老师我什么都不想做，我不想提升我的实力啊，我希望自己都弱弱的。OK， 好，反驳他哦。你看哦，我就问他说，那我问你哦，你过去20天当中，这个问题存在假设是20天，你从今天起算过去20天当中，你花多少时间看新闻？有没有超过5分钟，或超过10分钟？好，有吗？那你花多少时间看影片、看影剧？1小时。你花多少时间呢？你花多少时间呢？在做那些不是无关紧要的事，发呆，很多，对不对？这20天来当中，不管是你还是我，都会看影片啊，都会看一些闲书，看一些有的没有的。难道这些时间呢，绝对你发呆发闲的时间绝对超过1小时以上？好，不可能。人永远都不休息，懂我意思吗？你永远都不休息，自然而然你就不会。有人打电话来，好，如果你从来都不休息，那你当然就不会有多余的时间。可是很不幸的，为什么？因为你是人，你不可能不休息。你只要从那个你要休息的时间、想要放空的时间当中，再抽出1-2分钟解决你心理的问题，或者是10分钟解决你这个专业知识的问题，你的能力就会提升。好，你看哦，3个专有名词：冷开机、软开机、热开机，什么的开机，只要去 Google 上打，输入这些字，跳出来的资讯，你再花个10分钟看完，难道会比等我告诉你答案还快吗？不是我讲错，你自己搜寻比较快解决，还是我当老师出现在你面前找你，你再解决比较快？好，总归一句话，想尽办法自己解决问题，越快越好。而且现在的时代跟我以前读书的时代不一样哦。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 YouTube 这个名词啊，连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哦。我以前读书的时候，网页能够搜寻到的专业知识是非常的少。好，维基百科才刚刚开始而已啊，刚开始有维基百科。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找网络，还能够找到资料都是片片段段，很不完整，很不完整。但是现在这个时候不一样了，你在网络上所学到的知识，绝对远远胜于老师能够教你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有机会去买更多的、更厚的教科书来看，从教科书上去找出那些专有名词，你会得到的知识更详细。但这又涉及到阅读，如果你阅读能力够的话，自然而然这就可以做得到。好，时间快到了，不能再讲下去了。10分钟，我尽可能在10分钟之内讲完。好，这个结论是什么？如果你想要越快考上，你要想尽办法尽快解决问题，不论是专业知识的问题、读书的问题、图书馆问题、家人吵杂问题，什么问题你都各种方面、各个层面都去克服啊！除非你现在刚好就是学生，每天不用上班，只要去上课、准备考试、准备作业，就来读书，这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是学生的话，通常你的心性也不会很定，你就会想东想西，有很多事情。好，每个学习的阶段，每个准备考试的阶段都有它的优缺点，这些别人怎么样都不重要。
我再强调一次，别人怎么样都不重要，唯独的是别人的经验能不能帮助你解决直接的问题。讲错，直接解决你的问题啊！我们是解决问题呢，才能够让自己有所提升。你去上班就是为了解决老板的问题，你准备考试就是为了解决你自己的问题。OK， 好，我希望你能够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永远记得，我要再补充最后一件事：不管你读了什么，不管你看了什么，不管我讲了什么，只要它没办法造成你的改变，你就永远是什么？永远是什么？我不知道了哈。但是我自己认为，只要我读过的东西，我学过的东西，没办法在我生活当中有用的东西，没办法生活当中应用到的话，我会觉得自己是个废物。我觉得我是废物啊！你是觉得什么？我就不晓得。我很不想当废物，我也希望你不要当废物。所以一定要把影片的内容想一想，真正拿出行动的人才是未来的成功者，而不是那种我又看了一个很棒的影片，我还要帮老师点赞，你点赞有什么用啊？我又不缺你点赞的钱，对不对？看广告比较实在。好 ，OK， 几点了？准备走喽，拜拜。